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这一集我们要跟大家讲台湾的改装。我们之前有拍摄很大的工厂和工具机，不管是 DNG Moly 啊、马达克啊，里面有包含很多帮 F1 制造零件的生产商。我们也去过很多一些不管是赛车比赛的 P 站啊，然后看到他们很多装备啊，他们专门用的手工具的各种制造商跟各种品牌，也拍摄过他们在用的不管是胶水啊，还是各种特殊工具。然后之后台湾就有观众就跟我说，那你都在讲国外的什么改装啊，或者国外的赛车啊，那你要不要讲讲台湾的？台湾啊，当然也是有很厉害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吗？帽子不是，是我的表带换新的，太细节了啦。其实我昨天刚烫了头发，我为了不想要让我的发型压坏，所以我今天不戴帽子。台湾的改装摩托车呢，其实分为几个形式。那我就从我以前的经验，跟我对于跟制造商的了解，还有对于这个产业的了解，我帮大家细分出几种项目，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你身边附近的摩托车店它是属于哪一种 label。首先第一类呢，大部分会出现在很多机车行里面，好比说把别的品牌的原厂车的零件换到另外一个自己喜欢品牌的零件上面，光阳的什么都土除啊，换到雅马哈的什么土除上面啊，或者是呢把什么样的后照镜，再改到什么样的东西上面。如果今天这个两个规格不太一样的时候呢，比较俗气的师傅们就会用一些洞铁啊硬锁上去，它可能看起来的整体造型的比例就不是这么好。那比较细腻一点的呢，他就会自己去用手工 CNC 去装出一个看起来跟原厂很像的配套式零件，然后把它装上去，它的完整度会稍微高一点。第二种也是在做改装的，他们常常会听到说啊，这个什么牌子都是我做的啊，这个什么东西也是我们制造的。这类的代工改装呢，其实在台湾的中小型工厂其实蛮多的，所以你常常会听到有一个老板说，跟你讲，这引导的公司拢是阮做，要问生意要偌济钱，你还可以一直卖偌济安尼。但是呢，其实这些东西的图跟设计都不是他们公司做的，都是有一个品牌公司，他自己研发、他设计、他画出来一个图，然后委托到别的公司或工厂去帮他处理电镀，有些公司帮他处理抛光，有些公司帮他出弹簧。我们称为这一类的呢，就是帮改装零件、改装套件、代工式改装。而第三种等级越来越高了 ，custom 改装。为了这个车子它的线条，你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有些人喜欢滑胎风啊，有些人喜欢 chopper 啊，有些人喜欢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风格。他把原本的车子呢，用 custom 定制的方式，把它改成你想要的风格。有时候包含就是外观彩绘啊，然后甚至是换个前叉啊，换个三角台啊，然后中间的排气管呢，它可能是用手工帮你烧，用一节一节，然后把它接起来啊。专否一台车去定做那个东西，一台车就一个样子。为了做一台车，就做一次，或者是为了一个展览，然后去定制一个风罩啊，或者是用什么 ABS 板啊，然后去做个什么造型啊，就是手工定制的改装啊。这种在台湾其实也不算少。第四种越来越难了，品牌式改装。好比说 G 品牌它出了一台车，或者是 K 品牌在这一季推出了一个什么全新的车子设计，这个改装品牌呢，它会依照这台车，然后去重新画图设计，甚至在市场上包办了整款全系列，然后出了自己的改装品牌，量产制造，销到国内国外下脚。这种就是除了你要很有设计、有美感，同时你必须具备改装的能力、维修的能力，还有对于品牌啊材料的了解，这类等级已经算是很难的。阿仔式程度，前面这几项那种就是你能够做到这等级，那几项已经都算是就一定要会的，就简单的这样子。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我的这个朋友，就今天我们来的这间公司，它是在等级更高一阶的。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什么 G 牌啊，或者是什么 K 牌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个大品牌，不是那种阿萨布鲁的小品牌，直接找他，你已经改装改这么厉害了，请你帮我们出一台概念车的那个等级，等级5。所以这是改车厂。你不要觉得我都前面在跟你讲摩托车，但是后面是汽车，听起来很烂。后面的这些车子只是他的兴趣，老板本身有在跑比赛，后面有几台车是他自己比赛用的车，机会难得。给你们看一下 FIA 的厂车长这样子，你看它里面的构造，这很有趣哦。这是它出厂的时候就长这个样子。你等一下去看它的那个汽油口才好笑，没有汽油口，你们觉得里面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这种车发动很可爱哦，像这样。有没有像电动玩具？小男孩的浪漫，发动给大家感觉一下。啊，有没有喜欢？然后听引擎声音，有没有？小钢炮很舒服哦。它怎么排档呢？踩流器，拉一个、2个，它是用僵直排档，这是手刹车，这是手刹车。所以你看这老板的癖好多有趣。你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吗？换轮胎的吗？不是，这是因为你这种车很激烈嘛，
所以难免总是可能会有擦撞啊、小意外啊或什么的。因为安全带是像有没有看到像婴儿座椅一样，1、2、3、4、5，它有5条绑在一起。你如果真的中间，比如说你副驾上面晕倒了，车子有点变形或什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割掉。你知道这个东西它还有出隔纸箱的哦，我们在德国影片有拍哦，非常安全。之后有团购，打广告一下。刚刚跟你讲的油箱盖，封起来的，可爱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老板的 logo，FASS。然后因为我跟这个老板其实认识应该10几年有，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一类等级的人，他的龟毛程度大概会龟毛到什么？好比说，你看他改了这台汽车，有时候这个强迫症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首先你来看下来老兵，你从这边现在镜头看下来的东西都是他画他做的。但是我知道一般的观众你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太一样，来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像他不是直接点火，对不对？他如果今天一般的改装厂，他如果想要做个直接点火，就会先买一个原厂的零件来，然后在上面把它钻几个洞嘛，把它改成上面这个样子。那他嘞，这个人的病灶有多严重嘞？来看这个图，剖面图 HA 这整块跟这整个银色的阿鲁米都是他重新画图、重新设计之后改装，用整个铝锭去 CNC 切削出来改上去的。当然，你可能看起来旁边旧旧的，是因为他这个车其实做到一半，他要先试看看，这个 O 不 OK？OK 的话，再把它这些东西拆下来去整理，再重新涂装。另外一个，你看这个卡泵的这根管，直接3D 整个建模。那你可能在外面看到的 label 都是3D 列印，然后就把它装上去。没有，它是3D 列印出来，然后测试，然后符合是他要的样子之后，然后再去给专业厂再制作。就是他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代工 Level 2，打样出来之后，再由那些专业工厂本来就会交给原厂的那些技师师傅，然后再去做。所以你看为了要改这根卡泵，那你原厂的这个水箱就会干涉嘛。一般比较 low 的改装店，它会怎么样呢？他会把它整个原厂水箱移到左边来嘛，旁边要修的把它修掉嘛。他不是他会把整个水箱重新做一个新的尺寸，重新再去找水箱专门厂商，然后重新做一个风扇，重新再把它装上去，所以看起来那个视觉的比例症状要对。所以他说他改装他加工的东西，全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上，你都要先画好图。下一次可能遇到一样的车款或者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随时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找出来。因为他自己跑赛车嘛，跑一跑你觉得有问题，你会有一个依据，不是靠那种老师傅的经验，就说我记得上次怎么做这样子。而且你看这张是什么？不是水电师傅的线路图哦。你改车有看过有人这样子画线路图的吗？一般的偷塞亚改装车子，他要改东西就是件大概截一截，然后量一量就好了。他们家是龟毛到定出线路标准出来。我先把它用最简单话讲好了。再看我们频道观众的摩托车师傅里面，你有谁很有自信能够先画出这个样子就好了？可能会有一些人举手，那你能够非常的有自信。它里面的电阻、欧姆数、它的线路都能够重新在你大脑当中跑过一次，再把它加到改装品上面，然后最后还可以认证，少吧？自己定自己的标准，还是去符合原厂的标准，还是？原厂里面，它的技术手册里面，它一定会有，比如说这套系统它需要有多少电压，它的供电量要多少，它的回电量要多少嘛，它一定会有这套的标准嘛。比如说宾士已经140年了嘛，这个引擎的系统这100多年来，其实引擎的技术上没有什么太大要进的改变，但是呢，以电脑系统或者是电控系统，它却在这几年里面就是突飞猛进非常多嘛。所以你为了要监控你的每一个部件它里面的电量，那你就要这个 MORTEC。来去监控它。通常改装东西就是反正你要装什么，我帮你把这东西装上去；你要装什么，我把这个东西装上去。所以你就会为什么有些车子改，而且最后就很容易掉卡，或者是很容易就换个东西，然后就出问题。但我们听过的传说就是不要在外面改线路，原厂也不建议你改。有这类专业的人不多，他有一个基础是能够算出来，但是能够画出图的人又更少。你能够做到我刚刚的等级5的这种人，台湾也是有的，但不多。它是车厂出来，它是室内设计。还做过服装品牌视觉设计，所以美感很重要。我们台湾要培育美感，技术只是本位根本。没关系，我知道对有些人太复杂了。那我们再给来看一点机械组的。你看这边，会以为它是被拆得乱七八糟一台车，但是你有没有看上面是208？但你知道这个车体是什么？是205。没有人把208的引擎装到205身上去的。你知道听不懂对不对？因为它本身不同的车子结构体本来就设计不一样。而且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些细节？手表少10分钟？不是。哇，你看的是这个点点，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点点？它其实是在做扫描的记号。扫描在扫什么呢？下面这位朋友，这个同学，你看他的动作多妩媚。你有没有看到他现在在扫的那个？你的点点跟点点，你在扫描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让电脑抓到，就是你现在扫了车体的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照着这个车体的样子呢，
去做它的改装部件跟改装套件。如果另外要讲解给比较玩车子或工业机械的人听的话，这么讲好了，你要把那个引擎改上去的时候，前驱的传动轴是不是你要把它改的两边一样？为什么要一样？你知道车辆设计为什么困难？就是你光移动一个零件或移动一个部件的时候，你其他的连带关系其实全部都要更改，它势必要改非常多的东西，包含传动轴。所以传动轴一样怎样？你传动轴如果不一样，你只要差一边，你光直线加速你就偏一边呢、对，这个才是重点，对不对？外侧要一样。你看，老板你都听不下去了。重点了，你们刚才已经看到老板的背影了。啊，这个避震器来，请猜多少钱？名牌，好比说我问制作人，香奈儿的2.55现在多少钱25万吧。没错。好，请问这个品牌的避震器多少钱？你问我吗？不一样嘛，不一样的专业嘛，对啊，大概1万块1万块还好啊。美金。它是一个香奈儿哦。但其实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重点，因为其实这台车坦白说也是老板的兴趣。然后他后面还是有做一些，就是很多外面没办法改的车或没办法做的一些车，或者是很经典的车，想要找这个老板做嘛。你有没有看到这台车里面的赛车椅的布超复古、超经典？你知道很多人都想要改出以前经典那个样子啊，所以他们都会找外面的人重新帮他们包车椅的皮嘛，然后包布嘛。你看他用的是什么牌子？这个人的强迫症，他用的是 POS 原厂布料。比较舒服的意思。要符合它的年代啊。听到没有？要符合它的年代，不是随便改个样子就好。它是 POSH 制造的布料，然后它是符合那个年代风格的款式，对吧？完了，我们现在连在1楼都讲不清楚。我们等一下怎么上去看摩托车？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我们这题摩托车改装的重点。我一边上楼的同时跟你讲，我跟这个老板的认识的原因是这样子。话说哈，这个故事就要从10多年前说起。Gogoro 还在很摇摆的时候，就是当时他那个最风光的时间点。那个时候 Gogoro 从台北就是一路往南下嘛，我当时算是台中第一批买 Gogoro， 就是那个时候是买 G1， 就是当时就是大家一片叫好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认识 Sean。看我们频道的人，你可能有油车的人，曾经有买过 Gogoro 的人，或者是你曾经就是买了 Gogoro， 然后现在很不爽，然后把它退掉的人。但是你前在所有的 Gogoro 的店里面，你会看到在卖它的改装品，就是这个人是他做到在那个品牌最嚣张的时候，然后做到原厂，然后请他说，你要不要把你的改装品到我们的直营门市里面来贩卖这样子？所以你来简单来看一下这台车，这一台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可以随便租车啊，然后随便在停车格还的那个 GoShare， 它把它改成这个样子。当然是你看到比较大的差异的什么轮胎啊，然后细致到连这个手把，我看看这个你们真的一定要我看看，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用的那个材料等级其实很高。然后而且这个椅垫，当年在第1代的时候，可堪称是经典，就长这样。有没有开始大家有没有印象了？而且它那个时候就很有名的有几个东西啦，就是什么包成皮的握把、后照镜。这到底很合法？改后照镜合法、后照镜就是你的尺寸不要小于多少，那就是合法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改装都是合法的改装。我们今天这些都是原厂认证，在原厂卖的。对啊，原厂认证、原厂卖的不合法吗？那就是警察的问题咯。然后还有另外2个，就是你看它这2个车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自己开模做灯哦。CNC 的啦，还没开模了，早晚要开。请要赞助开模的，请下面汇款。目前看到的是 CNC 啦，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阶段，打样阶段。后面的这个手把也很有趣哦。10年前他做这个的时候啊，就是卖得很好嘛，他就不卖了嘛。停售之后哦，二手的卖价变到5、6倍，就原本一组卖2380，然后之后网络上有人卖到1万多块，溢价买跟劳力士一样。那他为什么不做，对不对？龟毛的个性啊，因为那个厂商交给他良率不到30，大部分都丢掉了，他连好朋友都不给装。我不愿意接受我有瑕疵的东西在朋友身上。你知道他这个东西在当时超多人想要仿它的，然后大家一定想说仿这有什么难的啊？不过是圆管，然后焊一焊这样子。但是你看它这个是整个符合这个面的弧度的。你为了要真的要做到那个样子，你要先开一个成型模，成型模之后连网子它都要先成型，然后再阻力在一起。你如果真的要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要花超多钱，那跟铁工师傅在旁边仿这样焊一焊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啊，你现在的脚就踩在人家品牌上面，想不到吧？我上次来找他的时候啊，那时候台中有蛮大的地震，他就裂开了。老板他们自己就把这边切起来，然后干脆做一个自己的 logo， 是不是很无聊？然后我再另外跟你讲，当年这个风镜材料制造的老板们，大家干掉他干掉的要死，因为他很龟毛，他就是说这个上面有一点点这个什么，他不行退，龟毛程度大概就是我们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另外旁边这个就是现在 GoGo 最贵的车子旗舰，
你看到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腹肌的椅垫很抢眼，但是我跟你讲，这台车个人以工业制造设计来说，我觉得最屌的东西其实是它这个摇臂。就是我们刚刚不是在片头的时候，我们有讲1、2、3、4等级嘛，4就是阿仔是等级，在等级4的时候，你通常都要能够做到前面等级1、2、3。然后以前我们就有帮人家做一些零件或者是量产制造，然后卖到国外这样子。以前大家做摇臂的时候都是用方管啊、弯管啊什么做。请看这摇臂，端招的摇臂有没有看过？端招的哦。然后再一看中间这根管自己抽的哦，不是随便剪一支管来用哦，结构力学啊很重要。所以它很贵吗？这支摇臂哦很贵啊，这摇臂多少钱2万多，没有办法回本。2万多你没回本？没办法，那个要2组模具。对了，的确是没办法。开了4组锻造模具。改车都是这样，要钱要爱。但当然，台湾长久以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好像什么人都可以改装，从1、2、3、4、5，我就讲了不同的阶级的人都可以改装。但是有时候等级1的人，他竟然跑去改车体，或者帮人家什么切车台，去做到整个结构性的改变。但是他可能甚至连结构力学也不懂，他可能也没有应力的概念。为了什么改性能啊，然后很容易勒残啊，然后很容易就是刹车无法反应啊，出车祸啊。所以有一变成是说，在东方社会里面，大家对于改装车子的这个东西会产生蛮多负面的想象，但其实你如果要做到比较高等级的改装制造，其实它是要非常有专业知识，跟非常需要有科学实力，然后还要需要对于材料很了解，对于加工要非常了解。我觉得各位喜欢改车的人，除了说看那个人的价钱，改起来它比较贵，它比较便宜之外，我还是会觉得大家要去在乎美感跟美学这件事情，当然还要安全。其实这边的每一台车子，你要讲它的很多细节，什么从轮框啊，从什么那个东西，就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你要讲的真的细节真的太多太多。但是在后面这一台，我觉得在这一集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概念车。老板最痛的一件事情，他是做到就是原厂请他帮忙设计概念车，他希望把这个概念车能够到世界各地，就以后可以照着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国家，然后去做那个啊。你也知道 GoGo 现在怎么了嘛？怎么了？没有很好啊，没怎样啊，就这样啊。但是当然，这台车后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啊，比如说，你觉得这台车是拿来干嘛的？骑的。废话。越野吗？他那时候还没发表的时候啊，我一开始看到你还想到那种七龙珠那个布马，然后我就说旁边是不是可以挂那个很多东西？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就是要拿来送货的，挂那个就是这样子，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就是你可以什么挂吃的、挂喝的，你还可以骑环岛。然后我记得最后面可以翘起来吧，对不对？有没有？后面还可以装一个。所以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我那个时候还在等他说到底什么时候会上市，然后有一次我来找他，就说没有了，没有了。但是这些东西它一定都是从一个地方研发出来的嘛，所以就他们的研发产品嘛，一定就会有什么设计师什么的。等一下，你看这台。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吗？模拟器啊，没错，就是赛车模拟器嘛，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各个赛道的图纸嘛。我之前有拿这个去记路线，但是我之后下去开的时候发现完全不一样。拿它甩尾，甩，有没有？我在甩，第一个弯，撞坏一台车，我要退赛。我们现在研发之前看到的是品管出货区，今天要出什么呢？要出这个握把。你知道它的这个握把医疗等级哦，可以入身体，不是医疗等级的细胶，这个握起来手感完全不太一样。你抓看看，这个肉感很不一样。所以我也可以买给我妈，如果她每天骑就更舒服。可以啊，摩托车的手把其实大部分的尺寸你都是22.2，所以你如果是22.2都可以装。它设计完之后一定要委托射出厂，然后射出了之后你回来一定还会有良率的差别，然后就要自己用雷射切割一个字距，然后去这样子合，然后看哪一个打掉，哪一个不行。因为很多人都是会买他们的零件，然后到自己熟的摩托车店，还是自己比较认识的老师傅那边去装。所以是帮我妈装，是我可以自己买帮她装，还是我都要找一个车行帮她装？其实都可以吧，你自己会装，因为这很简单。你家里只要有一台空压机，你就把那个转吹出来，然后油门不是会来油门线吗？勾着那个油门线的头嘛，就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啊，简单。如果你刚刚听不懂刚才那一段的话，那你就要找车行，然后去找人帮你叫货，或者是你家没有空压机的话，比较不好把老旧的拆出来，因为老旧的拆出来通常会硬化会干嘛。但是你看这个手感，这手感真的是很不错。这样很脏啊。不是单杠，我以为你在敬酒，吓死我。重机也可以装，你只要没有旁边没有平衡端子的都可以装，副总的车可以装，副总的车也可以装，我回去就帮他装。医疗级细胶，医疗级小朋友都可以用啊。你是油车也可以装，因为他们现在都开始做很多油车的产品。
然后这边请帮我们打上马赛克，就是有很多是不能让人家看到的东西，正在做到一半的，有一些是正要出货出到一半的。摩托车品牌改装厂的研发室，那为什么它看起来像马赛克的呢？是因为我刚刚跟Sean确认了一下我们发影片的时间跟他要展览的时间，因为他现在还在帮一个厂商、一个车厂在开发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让大家先看到。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在做这个，还是一团土，今天已经变成阿鲁米喷砂了。我现在手上握的这个又更怪了。但他们公司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在这边研发跟打样，进到正式量产之前，然后都是在这边做一个模型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初配的样子。然后因为刚好这次我出国回来，跟他约拍摄的时间点，他刚好在做手把要出货手把的时候，所以他刚好桌上就陈列的都是手把，然后跟端子。你们知道那个端子是干嘛的吗？蹲垫的。那个也叫端子，就是我们摩托车里面会讲有个叫平衡端子，它是专门放在两个车的左右两边。端子的好处就是能够平衡你的车子。然后为什么你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细胶垫打你 logo 的？这次这个是悬浮式的设计，这个端子是完全跟车把没有连接在一起。当你车子在骑乘的时候，它会吸收车把的震动。因为以前的端子就是一颗长的螺丝嘛，然后你就这样锁进去，然后在里面绷紧。然后绷紧之后就是两颗重物在两侧。对，你不要小看那个端子的重量。你知道伟士牌的300系列的车子吗？它把端子拆掉之后，车子没办法骑。没有，车子还是可以发动的。对，只是某个速度的时候，它就会死亡摇摆。对。你们知道死亡摇摆是什么吗？超可怕哦！突然你可能会因为路面，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个外力侧风或者什么，然后有些人就开始突然跑死亡摇摆。当它开始摇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然后突然摔车。所以当你遇到死亡摇摆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吗？要放手。然后呢？让它摆完。对，没错，让它摆完。但是你要很有心脏，你千万不要想要去平衡它，就是你要放手，然后让它自己甩，然后甩到这里再握回去。我先跟大家讲，这是我亲身曾经经历的，最后我活下来的经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于每一个状况。但是因为以前我的老师傅是这样子跟我讲，所以当时我是很冷静的，就是双手都放开。所以有速度的时候，你手放开，其实是车子是没事的。这个东西能够避免前面，就是你如果车子本身的平衡好，那你突然因为手疲劳啊，然后或者是无法控制啊，然后造成的摆动，它都能够降低。因为震动对于人类的手腕也是会有影响。年轻人不是很注重那个手机的那个震坏。你有看我频道？我们手腕也会受伤。对啊，就是手会这样。所以有的车为什么你骑久了之后你手也不烂，但是还是要更正哦。就这个东西跟那个甩是不太一样，但是有可能因为你手很累了，或者是怎样，然后后面产生一些问题，或者转弯的时候突然手软。然后我要跟你讲，那就太丑了。打样一开始吧就这样，看起来太露色，是不是？打马赛克晃起来就有点很脏啦。然后你看这两个稍微有点色差的，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软硬度。然后它这个的工法是2次射出，就是说它先射出了这个材料，再把它放回射出机里面，再由射出机再射一个材料给它。所以它就不是这样子 long liquid， 因为 long liquid 的很容易会掉，你总不会他妈空转，就是这边转油门，然后自己这边转圈圈，这种事情在他身上怎么可能发生？而且你看旁边这个不是垃圾哦，是他自己连包装都要自己开发哦。包装设计师有看过，包装设计师打纸板呢，自己开刀模，难怪这间公司没有赚钱。就是什么东西都太要求，还有他自己就是要求的这个美感跟 sense， 就是我们认识10几年来没有改变，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看这个轮框超丢高的，而这台你有看到它有个排气管，对不对？是的，没错。这个品牌呢，他们现在做油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嘿，你也知道 GoGo 怎么了吧？在我应该是可以开的吧？反正以前认识的人现在都不在了嘛，对不对？应该没关系吧？所以说啦，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然后都有人在改车。其实台湾也不乏有许多改车其实非常厉害的人。然后今天这个就是这10几年来的好朋友，然后我也想要推荐他的这个才华跟他的才能，然后给大家看到。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网友有时候会私讯我说，你觉得这个人改车改得怎么样啊？你觉得网络上那个谁到底会不会改啊？其实我觉得都没办法，一次在文字当中，然后去跟大家解释。其实在我心中，改车它其实是有分非常多的等级跟非常多的 label 的。有些人他的风格很强烈，然后有些人他的是技术工非常的细致，然后有些人他是能够量产，然后卖到世界各地的品牌，然后有一些人就是手工定制非常厉害的，然后各有各的风格，然后每个人也会有他自己喜欢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哪一种人，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有一种共同的期望：台湾玩车的环境可以好一点，可以正常一点。我们要求不高，至少可以跟日本一样就好。所以你跟Sean谁比较强？你说哪一种比较强？改车不然？
你说改车整体市场规模。应该这么讲，就是改车的风格绝对是不一样。然后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有一个工作室，就是全部改车工具都还放在那里。然后只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我已经很久没去开那个工作室的灯了。然后我依然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像是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它是那种超强的那种，就是能够系统化，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品牌，而且它最后是能够量产到世界各地。这种等级，我不知道一般的大众能不能做出分辨，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之后还会拍不一样的，比如说汽车的改装啊，改装的手法，或者是日本那种手工 custom 的职人的改装，给大家去看到就各种不一样的，光是机车改装，它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视野跟想象，也让一些比较年轻的，可能现在还没有成年，但在学汽修科的，或者是想要玩车的小朋友，那你当然也不一定要台湾玩车，其实世界各地都可以玩车。以后你要学车，或者是你要学改装，那你就会知道，FAST 这个品牌的做法跟哪一些品牌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而哪一些做手工定制的做法，跟哪一些做 AB 改装的做法又是不太一样的。就至少大家可以看我们频道做出一个简单的分辨。那我们要团购手把，我们团购手把吗？像你那个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哦，手把比较便宜是不是？然后手把团购这样子，手把团购1980，医疗级矽胶可以进入体内。好的，那就是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影片。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你可以按喜欢或分享给你改装的朋友。你也可以花60块钱一杯饮料的钱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拍出全世界各地更多有趣的改车影片哦。下礼拜再见，拜拜。有机会我要来改我的车了。超认真工业法律知识小学堂，请问这台车改成这样子，验车会不会过？合不合法？公布答案。合法，验车会过。为什么呢？我们的台湾的法规蛮特别的哦，只要你今天你的引擎号码跟你的车身符合你的行照，那验车就是可以验过的哦。你只要你看这个外观漂漂亮亮，你只要没有动到太奇怪的地方，基本上这台车就是验车直接进去直接走出来。而且40年前的车、50年前的车，它的那个当时的排气的法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才会有现在有很多人玩老车。你猜对了吗？你为什么吃饱没事干要改这个车子？我原本205的比赛车在澎湖飞太高撞毁了，所以要再打一台可以安全落地。摔坏了，飞太高撞了。有乐趣了。